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投资核电的龙头，也就是 Van Eck 油与核能的 ETF， 股票代码 NLR。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详细介绍 NLR 的持股，包括 SMR 明星公司 Oklo 以及 NuScale， 还有核电巨头 Constellation Energy 以及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还有核燃料公司 Centrus Energy 以及油矿公司 Cameco 等等。那么要真正理解 NLR ETF 的投资逻辑呢，就必须对它的投资组合进行深入的解剖分析。我们将 NLR 的核心持仓呢分为上游资源、发电与销售以及基础设施与技术三大类别，并对关键公司进行分析。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揭示了 NLR 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也展现了它在风险与增长之间的平衡策略。NLR ETF 持仓呢高度集中，总共持有28只股票，前10大的占比 55.78%。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技术赋能。这一类别呢，涵盖了为核电行业提供关键设备、技术和服务的高余产公司，以及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核能技术的创新者。他们呢，就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基石。它的业务增长与行业的整体活跃度密切相关。第一大持仓股呢，是明星公司 Oklo Incorporated 的股票，代码是 OKLO， 占比呢 7.9%， 是先进核技术的领导者，聚焦快反应堆与燃料回收。它采用液态金属的反应堆技术，设计为微型反应堆，使用高浓缩低伏剂油、黑鹭燃料、可回收废料 90% 的能量潜力。燃料棒寿命呢是10年。它强调模块化、地下部署，适合偏远或者数据中心应用。那么微型反应堆 Aurora 微型版本 1.5 MW， 商业版15 MW， 最新设计呢是75 MW， 从许可到运营呢，建设周期是2到3年。Oklo 得到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的支持，持仓约为8.8亿美元，有希望在2027年呢，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建造其第一个小型模块的核反应堆。作为明星公司呢，它的股价在6个月内从低点的 17.42 美元上涨了大约8倍。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部门与美国空军呢，向 Oklo 公司授予的空军基地 SMR 合同后呢，被认为是得到了军方的背书，股价在2025年9月呢，短时间翻倍，达到高点的 144.49 美元。Oklo 采用 Own and Operate 模式呢，锁定长期收入。高盛认为呢 ，Oklo 虽处于核能复兴和 AI 电力需求爆发的黄金赛道，拥有超过14吉瓦的意向订单，但是呢，面临4大挑战。第一呢是高额订单没有转化为约束性协议，第二呢是重资产模式需筹集140亿美元资本，第三呢是关键燃料供应瓶颈，第四呢是运营许可审批的不确定性。简而言之呢 ，Oklo 的故事呢充满了想象空间，但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上布满了需要巨额资金、技术验证和政策许可才能够跨越的种种障碍。第6大持仓公司呢是另外一个明星公司NuScale Power， 占比呢 4.62%， 股票代码呢是 SMR， 聚焦呢小型模块反应堆和被动安全。2025年呢股价上涨了 76%， 市值呢超过50亿美元，是 SMR 的领导者，聚焦 PWR 技术，使用被动安全系统。每个模块呢是77 MW， 可堆叠12模块，
总计呢是924 MW， 使用标准低氟机油，燃料更换周期为每2年。工厂预制模块呢易扩展，其建造周期呢大约是3到4年。作为最早也是唯一得到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NRC 设计批准的 SMR 商业许可的公司呢，它的首项目罗马尼亚的 RoPower 项目预计2029年上线，由6个模块组成，发电量为462兆瓦。NuScale 与数据中心开发商 Standard Power 达成协议，计划在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开发2座大型的 SMR 核电站，总计可能部署多达24个模块，总发电量呢接近2吉瓦。NuScale Power 主要的风险是项目取消风险，以及需要数十亿美元融资，还有供应链的瓶颈，比如犹他州的 EOMPS 项目呢，于2023年底终止，主要是成本从30亿美元升至93亿美元，认购呢不足。那么第4大持仓公司 BWX Technologies， 股票代码呢是 BWXT， 持仓占比呢 5.62%， 公司的市值呢大约120亿美元，2025年股价上涨 18%， 受益于核能复兴呢。那么BWXT 呢是美国国防工业的关键供应商，为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呢提供核反应堆部件和燃料，当前为 Ohio、Virginia、Seawolf、Los Angeles 级的潜艇以及 Nimitz-Ford 级航母提供反应堆部件和燃料。2025年7月呢获得 2.6 亿美元合同，支持 Virginia、Columbia 这个级别的潜艇和 Ford 级航母。它在核制造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使得它在开发用于下一代反应堆的先进燃料方面呢也处于领先地位，是连接当前与未来核能技术的桥梁。BWXT 作为核技术桥梁呢，正加速 TRISO 燃料的商业化，用以支持 AI 数据中心和国防需求。那么接下来的第5大持仓公司 Centrus Energy Corporation， 股票代码是 LEU， 持仓占比呢是 5.03%， 公司市值呢大约 55.6 亿美元，2025年股价上涨 470%， 受益于黑漏需求激增呢 Centrus 在美国核燃料供应链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战略角色。2025年6亿合同呢强化了它的地位，它是目前美国唯一能够生产高丰度低浓缩铀黑铀的公司，而黑铀是绝大多数先进反应堆所必须的燃料。可以说呢 Centrus 掌握着开启下一代核能大门的钥匙。好，我们再来聊一下第2大部分，发电与销售。这个类别呢由拥有并运营核电站的公用事业公司组成，他们是核能价值链的核心，负责将核燃料转化为电力，并通过电网销售给终端用户。那么与上游矿商相比呢，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通常更为稳定，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受监管的电价或者长期的购电协议，现金流呢比较可以预测。第2大持仓公司 Constellation Energy， 股票代码呢是 CEG， 持仓占比呢 7.53%。 Constellation 是美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拥有12座核电站，配备21个反应堆，19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核电厂分布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伊利诺伊州。它所在的 PJW 电网是美国数据中心最集中的地区。2025年6月3日呢
Meta 与 CEG 宣布签署一份为期20年 1.1 吉瓦的电力购买协议，用于购买位于伊利诺伊州克林顿市的克林顿清洁能源中心的核电，等于锁定了400亿美元的收入。另外呢 ，CEG 与微软签署了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重启宾夕法尼亚州 835MW 的三里岛核电厂，预计最早呢在2027年并网。微软呢将购买该电站的全部电力，以用以匹配它的数据中心碳中和目标。那么第8大持仓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股票代码呢是 PEG， 持仓占比呢 4.48%。PEG 呢拥有2座核电站、3座核反应堆，总容量是 3.5 GW。它在新泽西州运营的 Selma和这个 Hope Creek 核电站提供了该州超过约 40% 的总电力和 85% 的碳中和电力。由于新泽西州呢位于 PJW 电网的核心，数据中心负荷激增，核电资产地理优势呢支持 AI 数据中心需求，预计呢年增长超过 10%。电力运营商股呢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CEG 和 PEG都充分享受这种红利。那么占比 3.96% 的 PCG 呢是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之一PCG 运营的暗黑破坏神峡谷核电站呢是1985年起运行，那么是加州唯一的运营核电站，装机容量 2.25 GW， 提供加州约 9% 的总电力和 17% 的零碳电力，是这个州实现它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目标的关键资产。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大部分，上游资源。那么这些公司呢位于核能价值链的最顶端，负责勘探、开采和加工核燃料的原材料油。他们的业绩呢与全球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波动紧密相连，是投资组合中潜在回报和风险都比较高的部分。第3大持仓公司 Cameco 的股票代码 CCG 持仓占比呢 7.43%， 2025年9月市值呢 372.6 亿美元，年度上涨了 70%， 符合油市场的热潮。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上市油生产商之一呢，占全球 12% 的 Cameco 是任何油投资组合的基石。这个公司在政治稳定的加拿大拥有多个世界级的油矿，它的产量和储量呢对全球油市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再来看一下第7大持仓公司 Denison Miners 股票代码呢 DN 和第9大持仓公司 NextGen Energy 股票代码呢 NXE， 这2家公司代表了未来的油供应潜力，他们都专注于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也是全球已知油品位最高的地区。Denison 和 NextGen 分别拥有极具前景的高品位油矿项目，一旦投产呢就会显著影响全球的供应格局。那么第10大持仓公司 Uranium 和 Energy 股票代码呢是 UEC， 持仓占比呢 4.34%。 UEC 是美国本土领先的油矿公司，专注于成本较低且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原地进出采矿法。在美国寻求能源独立和重建国内核燃料供应链的背景下， UEC 的战略地位呢日益凸显。随着核能的发展呢，油价在2020年到2025年累计涨幅超过 170%， 从低谷30美元呢升到了80多美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呢，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电力需求激增，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核能复兴革命。那么对于希望把握住这一个历史性机遇的投资者们来说呢， VanEck 油与核能的 ETF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投资工具。 NLR 的独特之处呢，在于它精心构建的垂直一体化的投资组合。它持仓中的油矿公司提供了在燃料需求上升时的价格弹性，而核电运营商呢，贡献了稳定的现金流和防御性，而以 Oklo 和 NuScale 为代表的技术赋能者呢，则能够让投资者分享到下一代核能技术突破带来的巨大潜力。
因此呢，投资 NLR 不仅是对某家公司或某种商品的押注，更是对驱动未来数字经济所需的整个工业基础设施体系的全面投资。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希望这2期核能的视频能对你的 AI 投资有所帮助，请记得订阅、关注、点赞、分享，我们下期再见。